嗨，大家！今天我要来公布我在纽约的生活总开销。大家都知道纽约是一座非常贵的城市嘛，然后我也真的收过很多私讯说，希望知道我在这边的生活花费是多少，可能可以作为他们以后来美国生活的一个参考。所以我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我每个月的总开销，以及我在每一个项目上面个别是花多少钱。不过在影片开始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澄清一点，我很确定我自己的生活开销绝对是低于一般纽约留学生的平均，所以在后面我也会跟大家细分享说，为什么在某一些项目我的花费会相对起来比较低。那今天这支影片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大家不要看完影片就觉得 OK 来美国的生活费就是这么多或者是这么少。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每月开销呢，我是从今年的3月到5月3个月加总起来，然后再平均得到的那个数字拿来分享给大家。会这样取是因为3月到5月刚好横跨我从学期中一路到放暑假，然后刚好这3个月我每个月都有一个短期旅行啊，跟朋友出去见面吃饭的次数我觉得都还蛮差不多的，生活都蛮规律的，所以蛮能代表我这个人在纽约的每月开销是多少。 OK， 那我就从花费最多的项目开始分享。最贵的花费呢就是房租，我的房租每个月是856.1美元，那这个价格呢是包含住处瓦斯、电费以及网路费，那水费我们这边是不用付的。我之前有拍过一部租处开箱的影片，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那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讲，我这个价格在纽约的房租绝对是低于平均非常多的。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因为我选的位置是在 Brooklyn 的下方，离曼哈顿搭车大概要30到40分钟左右，所以简单来说，我就是用时间去换取金钱。那就我自己听闻的纽约留学生，通常都是居住在可能曼哈顿的中城、Long Island City 或者是 New Jersey， 那他们通常的房租都落在1个月1500到1700左右。那如果你是住在 Brooklyn 可能市中心稍微便宜一点的地方，大概也要1200到1400。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在房租这个项目之所以可以压到比较低，主要就是因为地理位置，再来就是我蛮早开始看房的，所以那时候就是很幸运找到了这一间，就是我们是2房1厅，然后没有客厅室友，然后我觉得房间的采光也非常棒。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希望找到一个 CP 值高、价格又不要太贵的地方的话，真的就是越早开始看你越有机会。再来第二贵的开销就是伙食费，我每个月的花费是617.98美元。那我自己吃东西的习惯呢，是我早餐会在外面吃，然后午餐跟晚餐呢，有一餐会在外面吃，有一餐会自己煮。但是我在外面吃呢，通常不会餐餐都是跟朋友去上餐馆，有时候可能就是买那种外带的餐盒，什么沙拉啊、健康餐盒啊，或者是 Chipotle 那种。不过我觉得我在食物方面的开销应该也是低于平均，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纽约大学 NYU 的工作很常会供餐，我自己粗估下来可能有1/4的餐费全部都被 NYU cover 掉了。那我也给大家一个纽约食物方面的开销参考，就如果你是吃那种麦当劳或者是健康餐盒，一餐大概就是15块左右。如果你是去餐厅跟朋友吃饭啊，可能25块到40块之间都有可能。那如果你是自己煮的话，应该可以压在10块钱或者是更低也说不定这样子。那再来呢是娱乐的开销，每个月开销落在303.49美元。那我自己的娱乐基本上就分2种，第一种就是看表演，比如说电影啊、百老汇啊、演唱会啊。那第二种呢就是2到3天的短期旅行，然后旅行期间的食衣住行我就全部都算在娱乐这个项目里面。娱乐这边的开销真的是很看个人，看表演你是做摇滚区还是山顶区，你去旅行的时候是住青年旅社还是住饭店，这些我觉得都会影响你的开销。那我自己本身就还是走一个比较平价的路线，因为我觉得我求的是一种娱乐的氛围感，就我并没有一定要旅行，就是一定要旅行的很奢华这样。其实过去这几个月要上班上课，我真的挤不出什么时间娱乐，我觉得我最大的娱乐就是吃东西跟睡觉。第4个部分呢就是交通费，那我每个月的花费是落在61.75美元。那我的交通费就全部都花在地铁，因为我就是只有地铁加走路。然后纽约的话，如果你有买通勤票，你搭一趟地铁就是2.75美元。那我自己有申请一个特别的卡，叫做 Fairfair Metro Card， 它是给你的收入没有超过一定金额的人去申请的。那如果你有这张卡，你搭地铁一趟就会变成1.35美元。我自己的工作是可以 fully remote 的，所以我也没有真的天天进曼哈顿。但是我觉得这部分的开销基本上大家不会差到哪里去。那第5个部分呢，就是衣服的开销了，每个月是54.48元。那如果你有在追踪我的人，应该就知道我是一个超级二手衣的爱好者，从我在台湾的时候就是了。我平均每个月大概会买1到2套新衣服，但是我单一件的开销大概都落在10到15，不会超过20块，甚至有时候5、6块就解决了。只能说就是我还是蛮会买二手衣的，但是老实说，我是不觉得你有需要每个月都买新衣服，我是因为有穿搭的爱好，
所以我才会有特别一个就是花费是留给买衣服的这样子。那最后还有一些零零总总的开销，我称为其他类，那总共每个月是花132.6亿元，这是我把很多项目并在一起，比如说电话费30块，洗衣服加烘衣服15块，我每个月要固定看耳朵的医生60块，以及一些生活用品啊，什么卫生纸啊、民生用品。那这部分我也不知道大家都花多少钱，所以我就是把我自己的资讯分享给大家。那最后呢，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总开销，每个月是2026.42元，那换算成台币就是60792.6块台币，非常的 detail 对吧？正如我一开始在影片中所提及的，我自己的生活开销应该是低于纽约留学生的平均。以我自己在这边的生活经验，以及我观察到大家的一些花费，我自己觉得一个纽约留学生每个月的开销应该会落在2500到3000，甚至是更多，所以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在结束之前呢，我知道一定会有人问我使用的记账 APP， 我是用一个叫做 Pennyworth 的一个 App， 我并没有特别推荐或不推荐，但它就是可以分类啊，做出图表，然后会显示你的平均花费是多少，所以我觉得蛮一目了然的。然后我也可以前后比较每个月的开销差异，所以如果你有需求的话，这个 app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好，那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聊聊一件事情，就是我有收过一些留言，他们就是说，就是看完我的影片之后，觉得我自己好像过得非常的神，或甚至觉得我好像非常的节俭，然后感觉会牺牲了生活质量什么之类的。首先，我自己的原则就是我赚多少钱，我就要花多少钱。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嘛。然后第二就是，其实我每个月是有固定在存钱的，就是我收入扣掉支出之后，我是有希望我每个月可以固定存到某一个特定的数目，以备不时之需。我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发生什么突发状况。那最后就是我完全不觉得我这样子的花费有让我去牺牲到我的什么生活质量，就我觉得我过得还是很充实很开心。Anyway，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还是回到说你到底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以及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去过你想要过的生活。如果现阶段你还没有，那我自己觉得你可能就要调节说现在的你能够过到什么样子的生活，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并不是用钱能解决的，虽然很多事情也是钱能解决的啦。那就希望今天这支影片对于想要来美国或者是纽约生活的你有帮助。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我更多的纽约生活分享，记得去追踪我的 IG， 然后 YouTube 这边呢双周会有一支新影片，所以大家要记得订阅。好，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大家拜拜。你喜欢的选好之后就下一步。OK， 这样就是初步完成了一个对拍的短影片，有没有非常的快速？